中国共产党的建立的基础，意识形态的基础是建立在打倒孔家店的基础上。打倒孔家店是5·4运动的口号。共产国际进入中国以后，他办的第一件事儿是办杂志，打通的第一关就是陈独秀。他转变的第一步就是所有的文章全部都是从俄文翻译过来的，100%的都是这共产极权主义的宣传品。然后这个时候，这个胡适就表示很气愤，说本来就我们一块儿办杂志，你怎么变成一俄国人的宣传品了呢？共产极权主义实际上是一个世俗宗教，它有所有宗教的那些基本特点，但是它没有神。那么它用什么东西代替了神呢？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极权主义是非常暴力，是世界上人类历史上经历过的最暴力的制度，但是它不可能单纯靠暴力形成。被压迫的人，他认为他只能接受，他认为他没有可能反抗，他无需反抗，也不可能反抗，也没有人会愿意跟着他一起反抗。那这就是社会共识，让我的家庭，让我的朋友们都生活得更好。我最好是成为执行暴力压迫别人的人。你有足够多的人愿意干这个，这也是社会共识。所以咱们更具体的谈吧，就是中国的这个共产极权。所以您的研究是反复强调，其实它里面大量的基因来自苏联。对，它是这样，就是这个苏俄呢，它在建立这个他们的制度的时候，那么我分析呢，就是它有3个制度基因，使得它能够在苏俄建立极权主义制度。这3个制度基因呢，第一呢就是这个沙俄的帝制，第2呢就是这个秘密政治组织或者叫恐怖组织，第3呢就是这个俄国东正教，这3个东西合在一起的。那么这3个东西里边呢，就是沙俄的帝制，实际上就是这种极权制的政治统治的这个方式，这个叫做制度基因呢，里边就是关系到我们讨论什么叫做制度，对吧？我们什么叫做制度，我已经解释过了，就是制度里边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是社会共识。就是为什么社会共识这么重要呢？因为哪怕是最暴力的制度，也离不开社会共识，因为单纯使用暴力不能形成社会共识。只有当你形成了社会共识的时候，你可以用暴力来帮助你的社会共识，用暴力帮助形成，用暴力来执行社会共识。但社会共识不是单纯用暴力能形成的。所以呢，这个极权主义怎么形成？极权主义是非常暴力，是世界上人类历史上经历过的最暴力的制度，但是它不可能单纯靠暴力形成，因为这个暴力的执行需要人，需要很多人，就是大规模的使用暴力是需要很多很多的人来执行暴力，很多很多人愿意执行这个暴力。所以在你没有这个社会共识的时候，你没有这么多的人替你实行这个暴力，这个时候呢，就是制度基因就重要了。就是人们认为这个制度，就是这个社会应该怎么运作。如果人们就多数的人认为这个社会的运作本来就需要自上而下，用强权用暴力，本来就只能是这样，就得是这样，那你在这样的社会共识下，被这个用暴力压迫的人，他认为他只能接受，他认为他没有可能反抗，他无需反抗，也不可能反抗，也没有人会愿意跟着他一起反抗。你有足够多的人愿意接受暴力来压制，那这就是社会共识。然后你还有足够多的人认为，我为了让我自己
让我的家庭，让我的朋友们都生活得更好，我最好是成为执行暴力压迫别人的人。你有足够多的人愿意干这个，这也是社会共识。所以你有这个社会共识，你可能就会有成千上万的人愿意执行暴力，然后你会压迫成百万上亿的人，这就是你有所有的这些社会共识作为基础，这社会才可能变成这个样子。那么这个呢，就是在沙俄的制度下，在中华帝制的制度下，你有足够多的人，他可以屈服于暴力，就是他认了，你给他暴力直接压他头上，他认了。那这个，你在英美弄不了，甚至在德国，就是这个德国他要不是煽动起来那么强的这个民族主义，共产集权制在德国弄不了。这实际上就是这个德国共产党是试过的，对，非常努力的试过。然后他这个德国共产党输在谁手里了？输在这个纳粹手里了，就是民族主义比他强，对，就是这个民族主义就压过他了。然后民族主义呢，实际上就是这些人非常疯狂的误认为他为民族做什么，他误认为他是民族怎么样，他实际上首先是要打击压迫他们德国人自己，才能形成他这个制度。但是任何就是你得需要有这制度基因，就是你这个制度基因变共产集权制，就是像中国这样的，像这个沙俄这样的，它就才有这个基础。然后另外一个制度基因呢，就是这个秘密政治组织或者是恐怖组织。那么这个呢，这个在苏俄的情况下呢，就是他们早在这个19世纪初就产生了这个相当这个复杂的政治组织，这种秘密组织。那么它有这个传统，整个这个极权主义党是在这个传统上产生出来的。极权主义党自己是个秘密政治组织，是个恐怖组织，但是呢，这东西不会凭空是造不出来的，因为你要建这样一个秘密组织，自上而下的这种绝对统治，没有人愿意接受你的统治，你怎么建？就是你在建的时候，你必须要有一群人自愿接受这种非常残暴的统治，他自愿的，而且非常努力，甚至他可以愿意死，就这个统治让他死他都认了。你得有这样的人，这东西才能建起来。那你这个地方原来没有这个制度基因，你比如你在英国在法国，你建一个这样的秘密组织，就是英国法国都有共产党，但是他们的共产党都不是列宁主义党，不是列宁主义党根本弄不出来极权主义制度，就是他那个共产党弄不出来，就是共产主义是不能实现的，因为他不能进行极权主义的这个运动，因为他的党都不是，他这个党不是这么组织的。所以你这个党最初怎么组织，必须你原来这个地方有这个制度基因，你有足够多的人诚心诚意的能接受极权主义统治，自己愿意连被迫害都可以。这样被迫害自愿被迫害的什么样的组织？就是黑帮，就是土匪，黑社会，就是这种东西你得原来就得存在，中国早就有。中国这个有文字记载的白莲教可以一直追回去，追到至少宋朝，甚至还有人追更早。那么我们更早就不用说了，那么就是到了这个清朝的时候，就是这个全国普遍存在的这个天地会、红会、哥老会，这个他们实际上呢，根据这个陶成章的这个考证呢，这3个不同的名字是一个组织，这是一个全国性组织，就是在不同情况下，有时候叫红会，有时候叫哥老会，有时候叫天地会，这个就在不同的时候它叫这个用不同的名字，但是它是同一个组织，这个组织是个全国性的组织，但是这个当然实际上它这个全国性的组织更是一个联邦性的，就是每个地方有每个地方的首脑，然后这个地方的首脑跟这个全国的那个是什么关系，这个
我们不是最清楚。但是总而言之，就是这种秘密组织里边有所有共产党需要的那些成分。然后呢，这个为什么这个共产国际到中国来要建这种极权主义党，在中国一下就能成功？那么因为中国有这2个制度基因，就是中华帝制的制度基因和这个秘密组织的这个制度基因。但是中国缺另外一个制度基因，就是这个在俄国有这个俄国东正教，中国不存在这样性质的组织。那么这个东西它又起什么作用呢？它的作用就是有2个方面。一个方面就是我解释的，就是这个共产主义思想呢，它里边大量的内容实际上是取自于基督教，就是有基督教的成分。然后你怎么穿透社会，怎么让这个社会对这个事儿感兴趣，不是一般的感兴趣，而是有很强的热情。你怎么能让有足够多的人有这个热情？原来有基督教背景的地方呢，由于这个共产主义理论、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很多地方是借用的基督教的这个语言，借用它的叙事的方式。这个旧世界就要灭亡，新世界这些东西呢，你如果原来没有这个制度基因，那你这个传播起来会有困难，所以你需要外来的这个帮助。再有一个呢，就是这个你在这个东正教的这个背景下，你有这个偶像崇拜，而这个中国的这个儒教传统啊里边没有这个偶像崇拜，而这个偶像崇拜和秘密组织结合到一块儿，才是共产党，才是极权主义党。就是你有这个偶像崇拜，你这个有这个所谓的理论，实际上就是这个宗教的这个说教的方式，就是这个共产极权主义实际上是一个这个世俗宗教。之所以叫它叫世俗宗教的原因，是因为它有所有宗教的那些基本特点，但是它没有神。对。那么它用什么东西代替了神呢？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它用那个代替了神。那么这是一个世俗理论，所以才叫它叫世俗宗教。那么这个世俗宗教呢，你也得有一个传来的来源，它才有我们刚才讲合法性。就是你作为一个世俗宗教，你的合法性哪儿来？那么这是个决定性的。所以中国自己产生不出来这个世俗宗教，然后中国自己也没有能力传播这种世俗宗教，所以它必须要有一个外来的制度基因。就是原本在俄国靠的是东正教，是靠了有东正教，马克思主义进入俄国之后，能转变成用东正教的方式转变成俄国人能普遍接受的那个样子，然后这个才起了作用。但是中国呢，没这东西，所以中国人第一不知道马克思主义，但是呢，即便知道马克思主义，中国人是没有可能自己制造出来一个像共产极权主义的这样的一整套的东西在中国能变成的。所以呢，他靠的是共产国际以这个教会的传教机构的方式，就是打个比方，就是相当于耶稣会。那么它的不同的是，耶稣会是和平的，耶稣会是用和平的方式吸引人们自愿的进来，而共产国际目的就是搞暴力革命。但是呢，它的暴力革命呢，它并不纯是搞暴力，就是你如果人们错误的把共产国际解释成第五纵队，第五纵队是特务，就是解释成就是特务，解释成就是搞暴力的，解释成就是搞炸药的，这个不，那就错了。共产国际远为更大的力量，不是军事，不是特务，远为更大的力量是宣扬共产极权主义。共产国际进入中国以后，他办的第一件事是办杂志，然后接下来办的全部都是宣传，就是他首先做的事儿都是宣传。那么
他的宣传的打通的第一关就是陈独秀，就是原本陈独秀跟胡适合办的一个杂志《新青年》，那本来呢是他们一起弄，那是五四运动的一个产物。然后自从陈独秀被共产国际给这个收进去，变成了这个中共的人以后，立马他就把这个杂志就变成了共产国际的宣传工具。所以呢，原本《新青年》刊登的是中国人写的各种各样的思想，什么都有。然后呢，他怎么转变的？他转变的第一步就是所有的文章全部都是从俄文翻译过来的，100%的都是这共产极权主义的宣传品。然后这个时候，这个胡适就表示很气愤，说本来这我们一块儿办杂志，你怎么变成一俄国人的宣传品了呢？对呀。但是呢，这个就是我刚才讲的，这就是这个制度基因的重要性。在这儿，对，你需要共产国际把它带过来，然后呢，你们来弄，然后把它传播开，把这东西种到中国人的心里头去，这才能形成你这个运动。所以它这个运动的形成，绝对不是单纯的就是密谋，然后搞爆炸、搞破坏，然后搞军队，绝对不是单纯就是它跟黑帮不一样，它跟土匪不一样，它比黑帮跟土匪的穿透力要强1万倍、10万倍、1亿倍，因为它是专门是以这个意识形态为基础来煽动民众来加入他的这个运动。这才会为什么有这么多的知识分子，包括我的父母加入了他这里面去，就被他们骗。就是你要有能力骗足够多的知识分子，你要有能力把你这个国家的好的知识分子尽量都弄到里头去，所以这个呢就力量就大了。所以这个制度基因是绝对不能忽视的，而且绝对不能够这个混淆，把这个混淆为是这个中国的传统帝制。那么我这里边还有另外一个基本的证据，就是为什么这个中共的共产集权制不是中国的传统帝制。这个最基本的证据就是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建立的基础，意识形态的基础是建立在这个打倒孔家店的基础上。打倒孔家店是五四运动的口号，就是五四运动提出打倒孔家店，是把这个才是中国帝制的传统。就是中国帝制的制度基因是儒教，就是帝制基因，中国帝制的制度基因的一个重要部分是儒教，而中国共产党是在打倒儒教的那个基础上搞起来的。那么就是它跟那个是冲突的。但是呢，我们同时又说儒教的制度基因帮助了共产集权制，原因是因为是脱离了儒教的具体说法之外，是在中国人里形成的这种等级制。而因为这共产集权制是必须是全面等级制的，所以在这个方面呢，是靠的是从那里来的制度基因。